现在拳头不再开放海克斯的对局数据，所以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在数据网站上查阅强化符文的数据排名。对玩家而言，增加了试错成本，同时对其游戏理解的要求提高。但对游戏来说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耐玩性。当然，对于我这样的创作者来说，这一变革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。今天就来尝试浅析 S13 新赛季的新海克斯强度，以供大家参考。内容很多，我会分白银、黄金、冷彩3期来讲。这期是白银阶。强度正常的强化符文要评判它的好坏，需要放在具体的游戏环境中才能去聊。但如何评判强化符文的强度是否正常呢？在能查大数据的时候，可以看它的平均排名去泛泛的了解。但如果没有大数据，就需要手动比对，看看它是亏模还是超模。所谓的模就是一个标准。银色强化符文的模是什么呢？转换成即时经济来看最为直观。在 2-1 银色的模约为8金币，如安慰剂其有责。3-2是16金币，如安慰剂加别再错过。考虑到第三个刷银的概率只有 5.5%， 方便计算就直接忽略。3-2比 2-1 多，是因为 2-1 的钱能帮助你更早滚起利息，被动收益累积起来到大概3-2买利息的时候就能填补上差值。装备战力的数值转换成钱的比例大概是一个散件等于8金币，老玩家应该都有这个概念，也在以往的机制里得到过验证。比如 S11 的奇遇，我记得有让你选择8块钱或散件，这里就不多论证了。早期的血量一滴血约等于 0.6 金币，这个是我拿冒险举动来算的。延迟7个回合估的是18金币，获得30金币就多出来12块钱，12块钱除以20得到 0.6。一个奥恩神器约等于20金币，一个辅助装备约等于18金币，一个辅助假人约等于3块钱。因为已删除的就愿意在路上是等8个回合开，辅助挖矿是9个回合。3-2之后，鉴于经济贬值，每延迟1个回合按2块算，所以等9个回合的价值就是22金币。除去辅助装的18金币，那假人大概值4金币。鉴于辅助挖矿对于假人有每回合阵亡的要求，所以在估计上下调1块。3阶段1刷新次数约等于 1.5 块钱，按第个痛快1来评估。交代了大致的判准，下面进入正题。英雄强化类我就直接略过了，没有大数据的话就只能纯看体感。这里大致标一下强度评级，具体构筑的话我会到时候发个视频挨个讲。刷新转换评级 B， 每一次未使用的强化符文刷新可获得3次免费商店刷新，获得3金币。保底的初始3块钱转化到3-2是5到6块，按 5.5 算。3-2的时候假如3个海克斯都没刷，那就是获得9次刷新，是 3.5 块，加起来是19块。从提供的经济总量来看，如果3-2你一次都没有刷海克斯，那就赚了。到第3轮4-2的强化时，你每少刷1次海克斯就净赚3次免费商店刷新。不过这个时候刷新次数会有一定贬值，比 1.5 还要再低一点，所以最多也就是赚个差不多10块的样子。而且这个10块钱是用不能刷强化符文的代价来换的，所以其实这个强化符文非常平庸，中等偏下。多元化投资评级 C， 每回合每击获3个非唯一羁绊就会获得1金币，二阶段基本只能每回合获得1金币。按我预设的标准，2-1的1块等于2块，6个玩家对战回合之后的1块等于1块，那2-2是 1.83， 2-3是 1.67， 2-5是 1.5， 2-6是 1.33， 3-1是 1.17， 到3-2相当于给了 9.5 金币。这样来看的话，要在后续回合中补上 6.5 金币才能回本。看起来容易，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坑在里面的。越到后面的回合给的钱越贬值，并且你也难在2-1就预料到在较早的时间里组出一个多羁绊的过渡或者成型的阵容。同时，这种细水长流的经济强化也无法在早期转化成人口，让一个白战力的情况下本就很难赢下早期的回合，也就是说或许有些隐形的生命值成本。综上所述，这是一个较差的海克斯。多元化投资加，这里一次性给4块钱，比多元化投资给的等效经济多了2块。在海克斯与阵容适配性方面，也是多元化投资加会表现更好。如果你能在3-2时判断这把的走向是一个多羁绊阵容，或3-2时已经开出6个非唯一羁绊，这会是一个可选项。巨型泰坦评级 C， 使你当前玩家生命值和最大玩家生命值都提升20，你会在选秀中更早被放出，但速度要慢得多。
这个选秀中被更早放出，具体是多早呢？假如你在1、2名的位置，也就是原本最后一轮出来，那在有巨型泰坦的时候，会在第1轮玩家出门之后的片刻，第2轮玩家开门之前的这个时间被放出，然后走的确实很慢，比选秀棋子可能都还要慢一些，所以得提前预判一下位置去接住，不然还挺容易误触的。感觉是削弱版的小巨人，按早期血量1约等于 0.6 金币来看，这个只值12块钱，除非你在吃炼金，不然一般不选。幸存者评级 C， 在3名玩家被淘汰后获得60金币。3名玩家被淘汰，那差不多都是5阶段中后期的时候了，一直让一个银色，自己是不是前3名被淘汰的都说不准呢，很难想象到它的应用场景。这个时候的60块钱用处可能真的不大了，提一个人口或者把场面质量补一下，能锦上添花，难雪中送炭。延迟开始评级 S 或者 C， 卖掉你场上和备战席的所有义子，获得4个随机的2星1费义子，在接下来的3回合中禁用掉你的商店。这个如果2-1来就太强了，4个2星1费随便3连胜，再给你12块钱经济，锁3回合商店几乎没有副作用。你玩运营阵容的话，如果是3个2刷就有点太弱了，和重启任务没法比，纯亏魔。按道理不应该3个2刷到，但是测试服有人刷到了，所以评价是考虑了这种情况。弑君突刺，在赢得玩家对战回合后获得1金币，如果该玩家的生命值高于你，则获得4金币作为替代，即刻获得1金币。3个2也会刷到，但2-1选的话会多一些钱，可能比较适合连败转连胜的1-2费卡节奏。2阶段连败让自己血量降到最低，3阶段开始回经济，中途补一些钱，还可以继续提一手质量。操纵商店评级 C， 你的下一次和每4次商店刷新都将是全3费义子。2-1拿这个不实用，来的要用的3费卡早期花钱买就非常伤经济，过渡的战力也比较一般，不过如果是河道训练蟹等补充经济的地图还是可以考虑的。操纵商店加玩3费阵容时对于加速成型有一定的帮助，但是需要考虑到每4次刷新出全3费对阵容成型后的影响，后续上人口需要补高费卡时这会是负提升，同时还要想到这个海克斯带来的优势，减去同质化的经济强化符文的强度，是否能弥补这样的负提升。综合来看是一个比较一般的强化。火爆甩卖 S， 每回合从商店偷取一个随机义子获得1金币，只会3个2刷到，大概后续每回合能获得2到3块钱，越到后面越多，过完4阶段多的钱都是纯赚的，那时候每波能赚个3到5块，是非常优秀的经济海克斯。精心打造 S， 每当你合成一件成装时获得3次刷新，少装备局比较一般，普通局可以考虑，多装备局几乎必选。到3个2一般能有 3.5 个成装，那就是 10.5 次刷新， 15.75 金币，差不多就已经够本了。到后面合出装备都是纯赚，这种应该适合打到统护赤的，如果设计师有注意到的话。1费奉献，你的场上没有一个独特的1费义子，己方义子们就会获得 2% 最大生命值和 1.5% 的伤害增幅，获得2个1费，给的数值是够的。玩低费家人体系和德莱文、德莱厄斯、斯特普、特朗德尔这些卡一起赌，护城闭环羁绊。6-7人口的时候能有5-6个1费义子，能吃到 10% 左右的最大生命值和 7.5% 左右的伤害增幅，给的血量跟冲榜战士相当，增伤也够高，且不用付出额外的代价，如需要先掉血等等。缺点是限制阵容选择，需要看胡牌和是否有同行。以眼还眼 C，每阵亡14名己方义子获得1件随机的基础装备，最多4件。在连败的情况下，2阶段差不多只能提1个散件出来，到3阶段中后期出第2个散件。因为要阵亡己方义子，那么就是要上怪，给连败增加了困难，比运力不足差太多了。以眼还眼加 A， 手里基数散件数量能合出成装的话，3个2、3个3这2个回合不会亏太多战力，在3阶段内也大概率能拿到第2个散件保本，到4阶段中期时赚1个散件。假人化 D， 失去你场上和备战席的所有义子，获得1个训练假人，其生命值为失去所有义子的 85% 总生命值。当然这个在上线前有一个紧急的增强，数值已经改到了100%。
有待开发。可以明确的是，你正常玩拿这个就是纯亏，花20块钱左右去买一个2-3天血的假人，拿差不多等价的奥恩神器来比，这个假人也够不上对等的战力，并且你3阶段让你花钱非常伤经济。想想上赛季让你花10几块钱买一个转职，哪怕随到想要的都会让经济很难受。健康就是财富，评级 A。 你的义子们获得 10% 全能吸血，当己方总治疗量首次达到1万时，获得额外的10金币，只能在3-2或4-2刷到。如果你在连胜3-2到4-1，每波棋子能刷个6000左右的输出，一共3万的总输出。4-2以后每波能有约8000，4阶段过完是4万。棋子如果不带吸血装或羁绊不与治疗相关，那么差不多到5阶段中期才能提出这10金币。不过这 10% 的全能吸血其实已经差不多够本银色了，参考以前的星界赐福1也是提供这么的数值。不过额外的效果是溢出的治疗效果转换为上限为200的护盾值。列队 S。 战斗开始时，己方在前2排没有一个义子，己方义子们就会获得 2.5 护甲和魔抗，对标联合抵抗的15双抗，需要有6个义子在前2排，条件并不苛刻，只要不是多后排阵容是可以考虑的通用战力，尤其是你的前2排有生命值、减伤等与抗性联动的属性时，它是可以优先考虑的优质战力。威力提升，你的下一个强化符文的位阶提高1阶，按道理遇到的时候默认下一个不是彩，但是测试服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下一个刷彩的情况，不知道是不是 bug。2-1和3-2会刷到，还是拿钱来算。如果2-1拿，3-2是银变金，那就是16块变成了25块钱左右，在3-2只带来了9块钱的收益，是亏模的。如果3-2是金变彩，那就是25块钱变成了40块钱左右，带来15块的收益，那就是刚好够本。如果3-2拿，95%的情况是第3个金变彩，35块钱左右变成50块钱左右，收益也差不多是15块。不过需要注意，这时候15块是3-2延迟到4-2的15块，比2-1延迟到3-2付出的代价更大。综上，不论什么时候拿，期望收益都是负的。另外，3-2的威力提升数学上的期望收益比2-1更差，但多一个稳定出彩的预期，因为第3个强化符文刷银色的概率只有 5%。当然，如果你能想到升阶后的强化符文与场面有联动，或能带来超额收益的话，那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。孤胆英雄 C， 你最后一个存活的义子获得 140% 攻击速度和 30% 伤害减免。缺乏应用场景，场面只剩一个怪的话，大概率也是输的。想靠这个棋子获得 140% 攻击速度和 30% 伤害减免力挽狂澜也是不太可能。即便是战士阵容，也是很少靠一个赖到最后的单位清场。巨大伙伴 C， 战斗开始时，如果义子身旁正好有另一名有放义子，则获得100生命值。当该义子阵亡时，另一个获得 10%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值，持续10秒。对比浪人的 20% 最大生命值护盾差远了，而且更加限制站位。奇数的时候还不是全员触发。攀登天梯 B，每当一名友军阵亡，至少与其共享一个羁绊的己方义子们会获得3法术强度、3%攻击力、3护甲和3魔抗。给的属性挺通用的，数值也勉强够看，只适合大羁绊阵容，才能尽可能让更多棋子享受。小羁绊拼多多阵容完全不建议选。法力流 A， 战斗开始时，你后2排的义子的每次攻击都会获得2额外法力值。平 A 回蓝的价值比较难衡量，按后排6个义子估算，相当于给2个义子上了 0.6 到 0.8 个青龙刀。这样来看的话，提供的价值超过一件成装，因此是还不错的战力。玻璃大炮 C， 在后排开始战斗的义子，在战斗开始时生命力为 80%， 但会获得 12% 的伤害增幅。这也太差了，只在6炮手、8先知这种极端的高羁绊多后排的情况下才可能会考虑。俯视评级 S， 前2排的敌方义子们每2秒损失3护甲和魔抗，在10秒的时候给敌方套一个反向的联合抵抗，越往后扣的越多。在你有100%破甲的情况下，固定减甲带来的伤害增幅还会更高。超级巨星 B，
己方一子造成5%额外伤害，并且队伍中每拥有一个3星英雄，此加成就会提升2%，获得2次刷新。有2个3星英雄够本，有3个就赚。拿这个玩1费比2费好，2费比3费好。辅助挖矿，辅助挖矿加，获得一个训练假人，在他阵亡9或5次时，获得一个辅助装备锻造器，并移除该训练假人。必拿一个假人就差不多是半个银色战力了，白捡一个辅助装。餐桌剩菜 S， 这个已经在开服的最后一个补丁被禁用了。后援 B， 如果开始战斗时至少有4个己方义子在后2排，己方义子们将获得10%攻击速度。对站位的限制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给的10%攻速有点一般了。2-1的银色打气就给8%，不是迫不得已，一般不建议拿。这是过往银色强化符文在开服版本的评级。这是银色强化符文评级总表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